Hello， 大家好，新的一期关东煮 Vlog， 猜猜我现在开的是一个什么车啊？极氪的001。其实呢，这辆车啊，它还不是最终的量产版本，和我之前在千岛湖进行公路试驾的那辆车基本上是一样的。然后它的车机没有 OTA 的升级，没有外部的雷达探头，也体验不到它的这个驾驶辅助系统。那为什么我还要去开这辆车啊？是因为现在是北京的冬天，我为了测试它的冬季的真实的续航，从北京的市区开到了现在的雁栖湖啊，然后呢，我看全程的路程是69.2公里，我开了1个半小时，开始很堵啊，然后后来又上了高速，高速我也是在正常的开，没有刻意的去省啊，高速的时候也上了100公里的时速。我看到它的能耗显示到这边的时候啊是19.9、19.8大概这么一个能耗。然后全程我也开着空调，包括音乐我也正常打开在听，所以我觉得这个续航呢，还是跟官方的说法是差不多的，包括掉电情况也没有那种突然的掉电这种发生，我觉得还是我可以满意的。现在显示的还有85%的电量。OK， 整体啊，这辆车其实之前我们对它的驾驶感已经有了深度的一个体验了，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搜一下我们之前的视频。在这儿呢，还是跟大家再去交代一下这辆车目前的一个特点。OK， 其实极氪001这个外观啊，想必我不用过多介绍了，因为这个外观大家已经都见过很多次了，包括在路上呢已经有交付的车辆，大家可能也见过了。然后我要说的几个点啊，一个就是这个轮毂啊，这个轮毂是一个节能轮毂，样式很特别，也是为这次续航啊做出了不小的贡献。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车身颜色，红色的这个车身的颜色呢，是我第一次见实车，很亮的一个颜色，而且像是这种，你看它是一个金属漆，里面有这种小的亮点，很好看。还有就是之前我们试的那个，要么是一个蓝色，要么是黑色的车型呢，它的 logo 都是和车身的车漆同色的，那这个红色的 logo 就会显得格外的特别。好的，那车的整体外观我就说到这儿了啊。因为这次呢，主要的重点是续航测试，所以呢，说一下其实2个特别重要的点。一个就是在过程中呢，我开过来，它的车内的这个座舱的温度，那它是有一部分的这个温度呢，来自于它的电驱系统的废热来提供给我车内。那这个就是它的热管理系统了。它的热管理系统其实分为2个维度，一个是座舱的热管理，一个是电池电芯的热管理。刚才说到了座舱有一部分是来自于这个电驱的部分的废热，那它电池也是这样，它的电池呢也有一部分会来自于电驱系统的废热，它提供给电池，始终让电池保持一个，无论是在低温环境还是在高温环境，它都会保持电池在一个合理的工作区间，这也是为它的真实续航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另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啊，就是它在充电的时候其实可以直接电桩取能，就是比如说我车在插着充电，那它的电池的这种合理的温度呢，是直接从电桩来提供电量的。然后车内也是这样的，它车内的温度，如果你在车内充电的时候，它的这些车内的一个维持比较舒适的温度呢，都是直接从电桩取能，不会让你的车辆的充电继续往下掉。还有一个我觉得挺巧妙的设计，就是如果你是开启了预约充电，在到达充电桩之前呢，它会提前把电池作为一个预热，让它尽可能的到达一个合理的充电温度。这个时候呢，你再过去充电的时候，它的充电效率会更高。那这个也要说到充电了啊。今天我们在回程之后还可以体验到极充，那它是一个360千瓦的一个充电的效率，我们到时候去看一看它充电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因为当我们回去的时候，可能现在是85%的电量，我猜大概可以掉到50%多、60%的这么一个电量，然后我们去看一下它充电的时间和充电的效率到底是怎么样的。好，我们现在已经回到这个达美中心的地下停车场了，然后我身后呢就是咱们这次体验的最后一个环节极充。实际上回来的这个路程呢，它的能耗比我去的时候还要低。下地库的时候我看了一眼，大概是不到19这么一个能耗。然后现在呢，因为是剩的电量比较多，我到的这儿还有70%多的电，所以呢，我看到它可以达到400多伏的一个电压，但是呢，电流只有90多安。但是如果是电量比较低的情况下呢，它的电流会多一些，就是电流会充得更快一些。整体我觉得使用下来，这个车比我之前从千岛湖试驾的那个整体的驾驶感其实还是一致的。然后今天我又着重的去感受了一下它的这个动能回收。其实动能回收也是之前我可能
感受的没有这么深度啊。这个全程我一直在使用中度的回收的力度，整体还是比较线性的，而且它没有那种特别强的拖拽感。就是你可以收了电门之后呢，你能感觉到它是在有这个制动的力度，但是它是很线性的，逐渐增大，不是像那种抬起踏板之后就立马给你一个很强的拖拽感。这个体验还是挺舒服的。好了，今天整体的这个续航测试啊，就给大家做到这儿了。然后希望我们之后呢能尽快的拿到这辆车最终的交付的这个量产版本，包括它的空气悬挂，然后包括它的 OTA 升级的车机，再包括它的驾驶辅助系统，现在我都没有体验过，所以我也很期待到底这个整体的体验会是什么。